那为什么提到解经的问题呢？因为当我们来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它的难度就在于它是一个故事啊，它在讲故事，对吧？故事的文体是很困难的去解读。当你看这一段历史的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理解呢？啊，圣经也没有说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去做，对吧？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你也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对吧？包括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些事情，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那基本上呢，对于故事的解读呢，我们有3种解经的方向。第一种叫做历史性啊，那这个它这个三种方向主要是根据时间来分的啊，就是说你看，首先耶稣他是在主后30年左右开始来去服侍，是吧？然后33年左右，然后钉死，然后就离开了。但是比如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啊，可能马可是最早的，可能也是60多年啊，就是30年以后才写成的。路加可能是70年左右写成的。所以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他们是回顾20年前、3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是吧？那所以我们有的这个经文本身也是相当于就是说耶稣他离开世界以后，可能20-30年以后才发生的。所以这个当中就有一段形成这个文本的一个过程，是吧？那也就根据这个形成的过程，有了3种不同解经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就是他关心的不是文本本身，关心的是这个事件在历史当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啊？谁做了什么，怎么样啊？对吧？所以他是对耶稣主后30年所做的那些事情很感兴趣的啊，他对那个圣经经文本身所记录的这个文本不是那么感兴趣，他要看说，哎，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样？他是想重建历史，他想把那个事件最真实的当时怎么发生的，把它还原出来啊。那这个呢，其实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讨论问题，比如说你讲这个耶稣喂饱5000人5饼2鱼，对吧？你这个1个半小时来去学习，那你半小时呢就讨论背景，剩下1个小时呢你就可以开始比较了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哎，他们4个福音书都提到了喂饱5000人，那个太好了，我就把这4个呢整合到一块儿，是吧？然后呢就让这个事件呢更加的生动化，又花了半小时，就是说添油加醋了，说当时天气怎么样，人们很饿啊，然后就是把食物变成中国的食品啊，怎么样，就是听的人觉得很有意思啊，很生动化，很形象化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告诉别人说，圣经本身所记录的不完美，你自己的版本才更完美。你这个时候就采用了所谓的历史取向，就是说你对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本身记录的这个记叙的这个文字本身不感兴趣，而是你把这些混杂到一块儿，想要重新的生成当时的历史事件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4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记录的呢，好像有的记录多一点，有的记录少一点，他们都不全面。我的这个版本最全面，我把他们4个人全部集合到一块儿我的这个版本呢是最好的。所以当你把历史重构了以后呢，这里面就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没办法应用你怎么应用呢？你每次饿的时候就祷告5饼2鱼吗？是不是？为什么没办法应用？因为你不知道原作者的意思是什么，你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记录这件事情，你只是关心那个事件本身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上节课就特别提到了，是吧？为什么新约的作者他们都刻意没有记录耶稣所说的原话，不仅没有记录耶稣所说的原话，也没有记录耶稣比如说他长什么样，他身高多少，对不对他都没有记录是不是？你说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记录呢
因为那不是他要关系，他不是想重构这个历史，他是要表达一个神学，就是马太这样记的时候，这样写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路加另外一种方式写，有他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你会看到福音书里面有时候啊，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作者记录是有差别，对吧？有出入。你说，那到底哪个记录是真的呢？那个问题其实不重要啊，不是说到底哪一个记录的更符合原来历史的那个事件，而是要想为什么作者在这里要把这个细节挑出来说，为什么这个作者要这样记录，那个作者要那样写啊？所以那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就是这个后面我会讲。那这是第一种啊，就是你想重构历史，但是我告诉你，历史是没有办法重构的啊，而且就算你把历史重构了啊，你也没办法应用。第二个呢，叫历史性的，就是说他也不关心那个事件当时历史到底是怎么样，他也不关心现在这个文本啊，这个记录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这个从30年到70年当中这个比如说马太、马可，他这30年他是怎么样把马可福音写出来的？他关心的是这个文本形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当中，圣经的各种批判学就出现了啊，尤其是高等批判啊，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啊。那他们就开始想了啊，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编辑啊，他们的形式来源啊，各个方面就各种各样的批判。那其实这些批判呢，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否认圣经的权威性，是吧？就是说，你看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在编辑同一个故事的时候有出入，有人记错了就看到底他们是根据哪一个内容记录的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找就是想还原出那个他们共同参考的一些文本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历史性的，那基本上学术界才会处理这个问题。那后来这个高等批判呢，也因着这个，我们现在也回过头来看也知道了他的这些攻击也都站不住脚。那最后呢，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就是说圣经是神默示的，而且呢它是无误谬的，对不对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更多看重的是第三个一个解读，就是共识性的，就是我们注重文本本身，注重这个经文本身，就是我们要问的就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虽然我们对历史是有兴趣的，但是那不是研究的一个焦点，我们重点是要看文本如何叙述。就是你不要想到说我把4本福音书里面的同一个故事把它融合到一块儿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4本福音书而不是1本，是吧？如果你说那融合到一块儿，那1本不就好了吗？对吧？既然4本福音书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而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记录可能有出入，这就表明我们不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制作一本融合一本更完美的福音书，而是说要看这个圣经这4本福音书它在向我们展现的时候，他们独特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问的时候不要只问历史取向的问题，说是谁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对吧？当然你知道那个所谓的归纳法常年就要问这些问题嘛，是不是？当然这些是很好的，但关键我们不要只把焦点放到这个文本本身这个历史本身，而是要看这个文本本身它为什么这样记录因为你知道耶稣在世33年，他做了很多事情，那为什么马太记录这个事情，为什么路加没有记录呢？为什么这个他们记录的细节不一样呢？有的短有的长呢？这个很关键，这才是我们要去解释的问题。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们注重文本，并不是否认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说比如我们今天讲寡妇的奉献这件事情那我们并不是说当时根本没有寡妇奉献，这是编的一个故事，当然不是，我们相信是有这个历史，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不仅只是说要重建一个故事，而是要看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它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表达什么样的神学，作者要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理念，是吧？这个才是关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吧？跟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背叛历史，
而是要明白作者本身他的记述，他并不只是讲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么简单，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意义啊。比如说，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啊，这个，比如说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这个寡妇奉献，马可福音里面也提到哈，同样的这个结构。那么和合本圣经呢，喜欢在每一个分段的上面给你加一个标题，是吧？所以这个标题就叫做寡妇的奉献，对不对嘛？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当然这个分段呢、分节啊，还有这个标题啊，都是圣经原文没有的啊，都是我们后面加上去的哈。就是原来他们都是一整篇哈没有分段，也没有分节，更没有这个小标题，这都是我们后面人加上来。所以当他加这个小标题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就是说他已经带有着这个就是加这个小标题的人他的一个解读了，对不对嘛？不然他怎么总结一个标题出来嘛？这个是他的理解，所以他说这就是寡妇的奉献那他好像就告诉你说这段就是讲寡妇的奉献，是吧？然后那你解读的时候你怎么解读嘛？那你的重点也是你看这个寡妇没有钱，然后呢把他所有都奉献上了，比那个财主奉献的更多所以呢就鼓励大家奉献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一段，然后只把这个经文抽离出来，然后呢又加上这个标题，你自然而然就认为那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嘛？是吧？你看别人都是有余拿出来，可是这寡妇不足，奉献的把自己一切都养在头上了，所以你要去筹款的时候，你就用这段经文比较好，是吧？就是鼓励大家奉献。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路加要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呢？这一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它跟上下文有没有关系？还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抽离出来说，寡妇的奉献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奉献的话，那它也可以放在其他地方嘛，对不对啊？它就是鼓励你奉献嘛，那我把它放到一个其他地方也没问题啊。那如果放到这里的话，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看下面的话就到21章第5节，这个时候耶稣说他们在谈论关于圣殿，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是吧？那你说你教导奉献的时候，你鼓励大家奉献，说大家来奉献，我们要建堂，那你后面怎么不讲呢？建完之后就被拆了，你怎么不说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会挑一些东西出来，为了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是吧？那同样的，你看上文在讲什么？那到了20章上文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喜爱会堂里的守卫什么什么。他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上面在讲这个神的审判对于这些文士，然后讲寡妇的奉献，然后讲圣殿被毁。你没有看到这3段经文里面其实它是有彼此联系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哪些联系的地方呢？第一个联系的地方就是你看当耶稣谈论圣殿的时候说被拆毁，那是谁在管理圣殿？你知道吗？圣殿的这个领袖是谁呢？其实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嘛？这些就是耶稣批评的这些人，他们是会堂里的高位的人，对吧？而且他在批评他们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话，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接下来就提到寡妇的奉献。你没有看这个联系是不是？不是巧合。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讲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他们怎么侵吞寡妇的家产呢？他们是不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跑到寡妇家里面抢钱，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会跑到他家抢钱，是吧？刚刚有谁要说吗？应该是侵吞了他们的奉献。对，你讲的对了。所以在这当中，为什么耶稣特别讲寡妇把他所有的都奉献，而且是奉献到哪里？他是投到库里面，投到什么库里面呢？投到这个捐项里面马可福音讲投到库
投了库中，就是圣殿的这个财库当中，就是他们不是入室抢劫，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们怎么侵吞寡妇的家产？是这个寡妇啊，她把她所有的养生的钱都奉献给了上帝。怎么奉献给上帝？是奉献到圣殿当中，是吧？然后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神的家呢？他们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是不是？他们怎么没有好好管理神的家？那这个就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了。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圣殿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它还是一个经济中心，可以说是人类的这个最开始的银行，就是从圣殿开始的。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圣殿呢，它还帮人管理财务。你可以，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就是说住在外地嘛，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到圣殿要献祭，是不是嘛？那这时候如果你要从外面带着牛羊，这些不是不方便嘛？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去兑换钱财，是吧？然后呢，就拿钱买这些牛羊，买了之后就拉到圣殿里献祭，这样最方便嘛，是吧？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把钱存到这个圣殿里面，那等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来奉献也好，或者卖东西也好，那么就更加方便。所以当时的圣殿还是一个经济中心他们管理很多的这个钱财，可以说最有钱的就是这地方了。同时呢，它不仅是经济中心，是政治，是这个宗教中心，它还是政治中心。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圣殿当时谁建的？大希律给他们建的，是不是嘛？希律是希望他们把这个圣殿呢，作为维稳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要跟你不能得罪希律王你不能得罪罗马是不是嘛？所以你想一想，那这个当中政治的勾搭，是吧？你怎么样去把这个钱去用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利益当中，是不是嘛？不管是给罗马也好，还是给希律也好，还是怎么样，你可想而知，在这个当中的权钱的交易各个方面，那是非常腐败的，在当时。所以为什么耶稣当时去洁净圣殿要把它变成贼窝了？不仅仅是说买卖这个商品那么简单所以作为经济、政治跟这个宗教中心的这个圣殿，他们管理圣殿的时候，这些钱呢有没有好好管理呢？没有好好管理，对不对？没有把钱真的用到神的身上，反倒呢达成你的这个宗教的目的和这个政治的目的。而这些钱是从哪来的？都是像这个寡妇全部的家产都给圣殿然后呢你不好，你就等于变相的在侵吞寡妇的家产。结果耶稣就提到什么？你不要看这个圣殿很美，有一天全部被拆毁，就带来了神的咒诅和审判。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联系到一起的。所以寡妇的奉献这个故事，它并不只是鼓励你说你要赶紧奉献，而是作为上面一节的一个说明，就是他们怎么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上帝要怎么审判。所以这个应用就很好应用了。这个应用并不是说大家都弟兄姐妹好好奉献，这个应用呢，如果你把这几段都放到一块的时候，你的应用就是发现它不是对于会众说的，不是鼓励会众服侍鼓励会众奉献，而是什么呢？而是警告教会的领袖，当你作为这个神的家的管理者，你收到奉献，弟兄姐妹把他们的钱奉献给教会你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些奉献，你就等于变相的在侵吞弟兄姐妹的家产。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管理圣殿，管理神的家，是吧？你就等于在侵吞大家的钱，那这个时候神就要审判你所以如果你在教会的管理，你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这个目的，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话甚至利用教会，是吧？跟政治跟政府勾搭，是不是？这个我就讲三自教会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嘛？你还要给那些政府官员送礼呢，是不是？你用教会这个原来那个这个上香堂，对吧？他们用弟兄姐妹奉献的钱要给市长过生日，那个孩子过生日是要诗班要去给他们唱歌什么，对吧？你用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钱，对吧？去给那些政客拍马屁，你有没有真的是好好的管理神的家然后上帝要审判你的，是不是嘛？
啊。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呢，它是要告诉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你来管理神的家的时候啊，你要谨慎，你要小心啊。这是关于神的审判啊。所以你不要只看这一段，如果你只看这一段，你就看不到整个上下文。那路加啊和马可他们把这3段啊安排到一块儿，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OK， 好，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哈？就是说你在解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就这段经文为什么在这里？它为什么在这里？它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看不出来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哎呀这个经文好像放哪都行，那就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理解作者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默认，就是说默认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完全的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安排，他不是乱写的，他不是这个故事抄一个跟那个故事抄一个最后编到一块，他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在背后，他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个故事的内容，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啊。那还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像那个讲到这个不要忧虑的时候啊，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后面啊第6章，那如果你把这个不要忧虑啊，大家经常把这个所谓金句拿出来背是吧？啊，就是说哎呀不要为身体忧虑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啊，然后你就不要焦虑就好了。所以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什么呢？放到这个忧虑本身，对吧？啊，那这就我们就把那个文本抽离出来，我们只背这一段啊，安慰我们不要忧虑啦那好像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讲这个研究心理学的人是吧？你怎么样哎呀让你心里更舒坦一点，是不是？然后呢解决你的焦虑啊，怎么样？好，然后呢但是当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看上下文，上面在讲什么呢？在上面的时候耶稣特别讲，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上文讲完，你不能敬拜2个神，你如果敬拜了神，你又敬拜这个钱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后面还有个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连到一块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呢？不要忧虑，他并不仅仅是从心理的健康的角度说你不要焦虑，而是说你为什么会忧虑呢？你为什么忧虑？讲白了就是因为你有敬拜偶像嘛，就是这样。你为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些成为你的马门，成为你的偶像，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脱离了上下文，你就不明白其实这一段经文是解读上面经文，就是说什么叫做又敬拜神又敬拜偶像，什么叫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呢？他就是用这个不要忧虑这件事情来去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关键不在于说忧虑本身，而是在于忧虑背后所代表的偶像崇拜。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看过一掷千金的上帝包括提姆凯勒有提到过这个偶像的问题。我觉得他就是从这个经文里面解读出来的。他说怎么判断一个人有偶像他就用几个情绪的问题来去问，对吧？他就说你对哪些事情特别焦虑哪些事情如果做不到你特别伤心特别难过，你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做成或者是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损失，你只要失去了它你就活不了了他说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成为你的偶像。那其实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很好的应用对不对嘛？耶稣就说了，你如果敬拜偶像，你就一定会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对吧？所以他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要先以神为中心敬拜神，其他一切都会给你们的所以当我们更多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马太在这里并不仅仅是道德意义上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而是告诉我们这个根源的问题是敬拜的问题，你要敬拜神不要敬拜偶像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要问这段经文为什么在这里那我再简单讲讲这个传记的问题好，那关于这个3种解经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后面在解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这种方法跟大家来去解经，就是后面我们讲到的所有的
这个进入到这个正式进入到圣经文本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举大量的例子哈，我只是给大家先举2个例子。好，对于这个结晶，大家没什么问题？老师，请问那个历史性的这个解经，跟我们平时说要看对观福音，把不同的那个经文放在一起对比，这种的这个理解区别主要在哪里？我们把不同的福音书放到一块对比的目的，就是要看他这4个作者，他为什么在同一件事情上有不同的写法，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写法都是一样的，然后更多的去理解说为什么马太这样写，为什么马可这样写。而不是说历史性的是说你看他是这样写，他是这样写，所以我们最后合成一个故事把所有的细节都补全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像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取向但是我们你说，对不起，你说，不好意思，你说，我以为你讲完了对，所以我们在对比的时候不是要整合成一个故事，而是透过对比发现差异然后呢来去问为什么有这个差异，作者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不同的表达，这是关键。所以最终看一段经文还是要回到它那个就是文本本身的上下文去看，对不对？对，就是如果是参考对观的，只是去看它的异同或者是作者的意思，但最终还是得回他自己的上下文去看。这个就是共识性的意思，是吗？是的，就是要回到这个作者本身，因为我们相信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经文的编排背后的逻辑架构，它是有原因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他写的多，有些地方写的少那这个我们就要问他为什么这样编排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这个作者本身的意思。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书信也是一样你要知道就像你写作的时候，你一定要传达一个目的嘛，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写这个东西，你跟你的听众对吧，收信人，你要告诉他一件事情，对不对嘛？你不希望你的读者会误解你所以你才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写。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问，就是这个作者他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意思就是说而不是我自己自创一个东西来把他们的资料合到一块形成我的一个东西，不是，而是要尊重作者，就是回到圣经的作者他的原意当中，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了解作者写下这个福音书他要表达的这个最真实的含义，这样的话我们的解经才不会有偏差。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则，可以理解不同的福音书的作者在同一个故事放在不同的那好像时间节点或者上下文那个故事不一样？对，就是会就是因为他作者有本身用那个材料本身的目的所在决定的，是不是？是的，对，就像约翰福音讲的洁净圣殿，他一下就放到最前面，是不是？耶稣一来就洁净圣殿去了。对，那其他3本福音书都放到最后。所以他为什么放到前面？他有他的目的，他有他神学的这个原因在当中。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去问的，就是他为什么这段放在前面有的人就说那是不是有2次那就有不同的解读，是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就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段的编排是这样写，他为什么这样写的不是那样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问，如果这一段没有的话会造成什么损失？比如你要写你写解经论文的时候，比如你写某一段经文，你就要想作者为什么写这一段，如果没有这一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损失那这个话你就可以发现这段文本的一个重要性在哪里了尤其是有一些的这个记录你感觉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无厘头，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路加福音16章，比如说你看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比如说路加福音16章上面讲一个不义的管家讲到你这个管理钱财怎么样，后面讲到了财主跟拉撒路，是不是嘛？然后他中间插了一段律法跟神的国那你就要问了，这一段插了进来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嘛？而且在这一段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18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他讲这个你看
怎么突然又讲到这个结婚离婚的事情了？是不是？好像跟上下文，包括跟这个律法讲的这个法利赛人贪恋钱财他们这个自以为意怎么突然又讲到休妻的问题了？后面讲财主拉撒路也没关系啊。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路加可能当时这句话不知道往哪放，就随便放，就只能放这了。然后你看，如果以主题式的来讲到的时候，你就说那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休妻可不可以离婚你就会把这些经文挑出来讲，是不是嘛？但是当你挑出来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可是当你要问的时候，就是那路加为什么把这类经文放在这里了？它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如果你看来看去你说，哎呀，路加就是放错了，那是你的问题，你没有看到路加为什么要放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就要问，如果没有这段经文会有什么损失？路加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律法跟神的国的时候，讲到财主跟拉撒路比喻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他直接的上文对不对？上下文嘛，他是用休妻的这件事情作为财主跟拉撒路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导论嘛，可以说一个引子，对不对嘛？他为什么要铺垫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就问这个问题当然今天我要讲这个，我又得讲半小时，但没时间。我们下次等我讲到这个16章的时候，我们再提，好吧？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原来路加其实在这个当中，他有很多的铺垫，他有很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一个理解财主跟拉撒路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就是尤其是你看到一些经文，你觉得哎呀这很突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更要注意。等一会儿我会讲这个路加记录耶稣的童年那什么是传记呢？这个是福音书的题材，刚才我讲到了这个是很独特的这个希腊文学。那当时的传记有很多那么古代的传记有很多的特点，跟现代的传记不一样。古代传记有3大特点，跟现代不一样。第一个，古代传记呢，它不强调个人的私生活就是如果你看这个现在的传记基本上比如说你那时候这个希拉里那时候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有人写他的传记嘛，都对他私生活很感兴趣，里面记录他有交过什么男朋友大学成绩怎么样，都是他个人的从小到大的这些的一些私生活。但是古代传记不是这样的古代传记比如说写亚里士多德的传记等等这些他后人写他的传记不是要了解他的私生活，而是为一个群体所做的，就是说为这个学派所做的。因为当时可能有人挑战他这个学派，有人质疑他的教导，所以呢人们就写传记，要表明我跟我老师言行一致的这样对我们整个学派都是有利的，而不是为了八卦所以当时的传记都是这样的。所以福音书呢记录耶稣就没有提他生下来多重，是吧？他长什么样，多高，对吧？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是这个私生活的东西所以马可福音开头直接就说他受洗，对吧？那之前从小到大那都是私生活，那不管所以那这路加就不一样了。那路加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路加突然讲12岁他小的时候的事情？这个如果你看当时希腊的这些传记，包括皇帝的传记这些都不会讲他们童年的时候，不会讲就是说小的时候怎么样，因为那个不强调他的私生活。但是突然路加又要提到他的这个童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他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这个本来不应该要提到的但是呢他却提到了，就表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也是跟当时的希腊的这个传记呢做一个对比所带来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是按照希腊的这个文学的话，不应该写他小时候这些东西，但是当路加写的时候，他就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观点这个后面我们会讲。第二个，古代的传记也不强调心理的发展，现在的传记是很强调这个，就比如说你记录一个什么连环杀手传记，你就要看他童年是不是有什么心理创伤，有什么原生家庭的伤害，怎么样。这个都是18、19世纪之后才有的，就是现代人记录一个人，描写一个人的生命，他会讲他小时候怎么样所以这个你看圣经里面也很少强调，基本上不会提
啊，包括保罗也好，还是这个耶稣也好，小时候他心理的一个状态发展基本不会记录。好，第三个呢，就是跟前面2个相关，就是说他既然不强调私人的，那他就强调的是公开的事迹。所以当时传记都是要写公共人物啊，将军啊、皇帝啊、学派的大师啊等等，因为他这个传记要对这个群体有意义嘛，是吧？不是对一个人说话，他是对一个整群人说话啊。所以你要想我们在看耶稣的这些事迹的时候，也要想他是对一个整体啊，就对我们啊，现在就是说对我们教会嘛，对吧？对我们弟兄姐妹，那这个意义在哪里？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啊，而是对一个整体的。所以这个是福音书的一个题材。所以如果我们说福音书是什么题材呢？那它最接近的题材就是希腊文学里面的传记啊。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好，好，关于这个大家没什么问题，我们福音书的导论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的话，我就会进入这个4本福音书当中哈，然后呢，其实也是导论的一部分，但是更多从这个整体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4本福音书，尤其是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低本 Q 的问题。那我们明天再讲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讲的内容。老师，关于那个传记，那个希伯来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传记嘛？我知道有一些历史学家，像约瑟夫他们也会写一些类似的这种传记。对，对约瑟夫他也是受到希腊文学的影响啊，他当时写这些传记，所以这样说吧，就是新约的写历史跟犹太人的历史写作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题材还有目的都不一样。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特别讲，看看使徒行传的历史，作为这个历史他怎么写历史他跟古代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的历史也不一样那他怎么记录历史的那比如说雅各、彼得被希律王苦害把他杀了，彼得出狱这个后面我们再说。我们只看希律这个亚基帕的死。希律亚基帕的死他怎么死的呢？如果你看他记录历史就是我们看他死因嘛。那么对于就看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反正他死了，这个是历史事实，对不对嘛？但是历史并不只是记录一个历史事实而已，对吧？那就还不如就是写新闻写报纸好了那大家都会报道希律死了。但是历史它就要强调的是一个解读，他为什么死，他怎么死的。所以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呢就记录希律亚基帕死的时候，他就说他是肚里长了寄生虫，痛了5天后来呢就死了可能吃生鱼片吃多了，反正就是因为得了寄生虫死了。那路加怎么记录他怎么死的呢？你看希律是怎么死的？那如果从我们的角度会觉得你看希律前面把这个雅各都杀了，是不是嘛？苦待弟兄姐妹所以呢上帝惩罚他。但是路加不是这样的，路加说他是怎么死的呢？你看23节，他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所以路加很清楚的讲了希律的死因是什么，他是被虫咬的可能跟那个医生所记录的一样，寄生虫。但是他真正的这个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吃生鱼片，也许是他吃生鱼片，他不归荣耀给神，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当路加在解读历史的时候，他更多是把神放在历史当中。你如果看上面彼得被救出来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你把神从这个历史当中拿走，你没办法解释彼得是怎么出狱的。你说这个很奇怪你说彼得他自己都，首先第一个彼得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是不是？他出来了以后他还怎么样？他还以为是见了异象，是吧？
然后他醒悟过来，哦哟，原来是主救我出来了，是吧？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好，然后呢，你说那是不是这些人祷告啊？祷告，然后这个祷告的力量，你发现那些人是在祷告，结果呢，当彼得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信不信彼得出来呢？他们不信。他们在祷告，为谁祷告？因为彼得第二天就要被杀了，是吧？被关起来了，可能第二天就要殉道了。大家在祷告，为他祷告，希望神可以救他。结果神真救他了，结果呢？这些人还不信，是不是？就表明什么？路加就故意这样描述的，表明你们祷告呢，彼得真来了，你们也不信，是不是嘛？所以他们还觉得这个使女疯了不信。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路加并没有归因彼得获救是出于彼得自己，或者是这些人祷告，唯一的原因就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上帝亲自拯救他。而且在这里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如果你看希腊文，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主的使者拍了他的肋旁，就天使，这个天使拍了一下彼得，把他拍醒了，然后铁链也脱落。和接下来这个同样的一个主的使者，原文立刻罚他，原文也是拍，就同一个字，跟这个字是同一个希腊字，就是这里天使拍一下彼得救了他，这里呢天使拍了一下希律就把他拍死了。你看到没有？就路加这里用同样的字，同样的使者，只是不同的人，同样的动作，但是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历史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嘛？所以你看到路加在记录历史的时候，他是把上帝放到历史当中，就是说如果把上帝从历史当中拿走，历史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是极大的塑造了我们的历史观，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世界的历史，看待我们周围的历史如果你发现这些历史就是这个什么一战了、二战了中日战争或怎么样，我们看到的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战争或者是现在谁执政或者是怎么样，哪个政党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手在背后做事情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历史。所以这个 H.G. Wells 这个人他就说历史的每一点都跟上帝直接相关嘛，是不是？所以路加的历史观跟希腊的这个历史观就记录历史就不一样了。他在找历史原因的时候，他全部都归因到神的那里就是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回到你刚才就是讲到了，那当我们再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有觉得就是你没办法理解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好像跟犹太人讲历史好像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你会发现你再进一步的对比的时候，进一步的理解的时候，你发现跟犹太人讲旧约的讲历史，跟这个希腊这些文学讲历史学家讲历史，跟新约的使徒行传作为一个历史书讲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